越欲望、超越形体的涅槃境界。现在是早上的3点半。Yes。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前往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不是去抓鬼，而是去前往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佛教建筑。这也是跟咱们的长城，还有印度的泰姬陵，还有吴哥窟齐名的一个建筑，被誉为古代东方4大奇迹。好了，现在咱们就出发。今天我们还是包了一辆车，你们猜一下，3点半出发，包了12个小时，这包车费用是多少？还包含邮费，人民币的170，你们敢相信吗？我都不敢相信。我昨天还说这3点半不会有司机接单吧？过期不然马上就接单了。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坐公共交通过去的，但是坐公共交通的费用，我们2个人加起来可能都要80块人民币了。那咱们就不如加点钱，来点劲爆的，去看个日出。这个门票也真不便宜，45万印尼盾的，折合人民币的话要190左右了。现在到这个地方啊，是专门看日出的地方。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4点51分，从山脚下爬上去还要有20分钟的时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感觉。凌晨黑漆麻乌，然后带着惺忪的睡眼。然后这里依旧有人卖各种吃的，然后大家都在工作，然后就在这里，然后呢，这里还要买门票的，外国人5万，就是一个收据。不知道谁发现了这个观日出的地方，最开始肯定是没收门票的，然后后面他们觉得太多的外国人来了，就是应该来赚那一笔。半路还有咖啡吧呢，早上5点，凌晨5点。这印尼这些景点啊，你早上出来看日出啥的，不用担心饿着。Hello， 我们用了不到10分钟就到了，现在是一片雾蒙蒙的，上来就发现好多外国人已经在这儿了，已经蹲好位置，架好岩石，天色越来越亮了。我在这边拍一个岩石，用手还拽着我的手机。待我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些雾都会散去，会形成云海，希望是这样，不然今天就白来了，完全被大雾笼罩了。可惜啊，越往后推移，然后婆罗浮屠的影子就越来越模糊。这不应该是这个太阳出来了就是云开雾散吗？这不合逻辑啊！小林上场了啊！看看人家这个服务的专业性，没想到这边的工作人员啊，真的都是有大疆运镜的能力啊！手持云台，人工云台，要给他拍运镜视频了，朋友们看看。哦呀，这脚不退的，哎呀，招手，这简直就是拍写真般的服务呀！哎呀，我们看看这张飞起来的。这1万 hold 得住吗？来，哈利波特！哎呀，哈利波特！哇，太有意思了！你看，好啊，这个。哇，好帅！我们现在准备给他一点小费。刚才服务还挺好的，而且他也没有主动要小费。Thank you， 拜拜。拜拜。就在这山顶上面，景区的这个咖啡的价格，一杯拿铁才2万，是用咖啡机做的。那我要一个 latte hot。喝着咖啡，还有小蚂蚁可以看，还有大天牛，妥妥的一个动物园，原生态的环境。我来到婆罗浮屠了，大门口了，朋友们，一点都不像170几门票的地方，符合他的身份。可是跟长城齐名的啊，跟吴哥窟齐名，泰姬陵齐名的。哇，这个是模型哎，你知道吗？它3个代表不同的境界。
下面3层是欲界，就是那个普罗大众，然后有欲望的人的一个界。然后呢，中间呢是相当于僧人在修行的一种界色界，有2672个浮雕，然后代表着修行者超多欲望，但仍受束缚。然后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得道高僧，就是已经挣脱了欲望，叫做无色界。这上面有72尊佛塔，这佛塔里面还有一尊佛，就代表着超越欲望、超越形体的涅槃境界。其实佛教就是教人去挣脱自己的欲望。我提前在网上已经买好了门票，他们官网是可以直接买门票的，而且买完门票就相当于这个时段已经被你预定了。它这个好像每天登顶还有限量，然后又很多人说没有限量。你看我是这样子的，我的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比你便宜1万。什么意思？Ticket? Yeah, this is for climb up. This is up and this is just here. Oh, Yeah. 你这个不能登顶是 Wanna 吗？ buy it up? 对。Pay more extra 80,000. 哦，再加上那个80，加80呢8万，最后价格还是跟我一样。比你的贵。他们这很多地方的门票都是这样的一个小纸条，然后戴在手腕上面。虽然是200的门票啊，它这个有包含了一个接驳巴士，然后包含了一个草鞋。我刚才查到了这个中文讲解，这以前还只要6万一个人，加6万一个人，然后呢，后面呢涨到15万，现在呢就涨到24万。哇，为什么中文讲解就使劲的加钱？坐如钟，站如松，是我们国人的那个骄傲，哎，那不敢，要注意自己的仪态，坐得直直的。可以了，微笑就好了。可以了，停止你的表演。我们现在已经下了 shuttle bus， 然后下了之后呢，就要在这里领一双草鞋，领完草鞋呢，还再领一个号码牌。等10个人呢，就可以凑齐一个团队，然后由导游进行讲解。我刚才问了，没有中文导游。One person. OK, thank you. 我37的呀，对我小脚丫呀。You。大脚丫。然后领一个号码牌，等导游。我就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发一个草鞋。我猜啊，就是这个婆罗浮屠店上面啊，本来是要光着脚上去的，但是现在如果光脚上去的话，可能那个地板非常烫，所以他们就发一个干净的草鞋，让你穿着草鞋可以上去。哈哈，我穿好了，噔噔，还挺好看的啊，这个草鞋。现在跟着我们的导游走。 After we reach almost the top level, I will give you free time to love you, so you can explore the temple by yourself. 他这边有提供一个租伞的服务，租一次伞是1万。哇，太壮观了，朋友们！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佛教建筑婆罗浮屠，整座寺庙超过200万块石头砌成，上面雕刻的超过2600幅浮雕与500尊佛像，每一处都在诉说着1000年前的信仰与故事。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往上爬，超多人类的欲望。这些图案描述的就是当时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一个生活环境。这座全世界最大的寺庙呢，它是建于公元700多年，740年。 The first level, first part over there in the lower part, that level symbolizes as a human, we cannot control our desire. Sometimes we still anger, we still jealousy, we still talking about bad words, and we still doing something bad. That's why we put it in the lowest level. But after you can control your desire, after you already doing a lot of good action, it means you already change the level into better level, and you already change into better person also. So third, fourth, fifth, and sixth. After this level symbolize as a human, we can control our desire. We already to be a better person. So show your smile and talking about good words only, because we can control our desire. And how about 7, 8, 9, 10? The level while around us like this. For the wall side, no more carving, just wall, flat. Later, the top one symbolize of Nirvana level, but only symbolize
because we never been there, and each of us have a different imagination about nirvana, right? But we already know, it's not easy to reach nirvana. We need a lot of effort and hard work, and we need a lot of preparation with learning a lot, right? 我们到了第4层之后，就在个墙外面就有好多个佛面朝着外面。这尊佛是在冥想，他的手势是冥想的手势。现在已经到了第7层，第7层上面呢就有很多这种佛塔，佛塔里面都有一个佛，得道成佛就在这里面。哎，它这里面的佛像都没有头哎，好多头像都没有头啊。据说啊，它是在殖民时期被大量的掠夺。这里有一尊敞开的佛像，佛像的底座呢，基本上是用莲花的一个形状。哇，这个温度实在是太高太高，太热太热了。在上面的时候啊，就是太阳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我。看来得道成佛得接受烈日的考验。他们这儿的登顶就是要爬这个塔，他们是有限制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时间段啊结束了之后，所有人都往下走，那卡又空了。然后等到下一个时间段的人呢，他们再上去。photo，他给你拍照。2, 3. Indonesia? Yeah, in Indonesia. Oh, maybe 1 month. One more. Wow. 普勒普图看完了，我们也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决定让司机推荐一家店，让我们去吃。我们本来就是跟他多次强调一定要当地餐厅，他还是帮我们带到这个旅行团的餐厅。看看菜单吧。哇，非常贵啊，朋友们。50K。哇，350K，多少钱来着？35万。这要140了。贵哇！一个沙拉55，OK。哇塞，这个排骨汤，这个牛排骨，12万一份。听说我们吃的也就是70。那这边是非常游客的。然后你们看一下啊，这里全是外国人在吃。时间大概是1点半。然后我们包车就结束了，让他先回去休息了。这家餐厅非常的火爆，因为它是这个变性人开的，他是这边的一个当地很出名的艺术家，而且。哦 ，this， 哦，蔬菜 this， 哦，还有素骨汤 this， 今天这个符合我的心意 ，maybe I can 打包。217，点了这么多，还不到100块钱。Guava juice. 哇，这么大一杯。2 teler durian. 哦，这么大。我们是多久没吃水果了？沾一点他们当地的酱。榴莲应该是冰冻的，但是也挺好吃的。这家可以。大家可以推荐。哦，如果榴莲季节的话，他们这榴莲非常便宜，非常便宜，可能1颗就不到10块钱，几块钱。这应该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盛食物的器具。是柴的牛肉，柴的。不管怎么说来着，我觉得这个菜在印尼算是好吃的。就不能跟中餐比。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惹的普兰班南，它是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寺庙群，建于公元9世纪，比吴哥窟更早了300年。从市区打车过来呢，大概是20公里，费用呢是7万5。这里同时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的门票特别贵，要40多万印尼盾，
折合人民币呢将近200块钱。我觉得这个门票吧，虽然吴哥窟比它贵，但是吴哥窟可以看3天呢，就是这样的，特别像吴哥窟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然后日落特别美，所以咱们日落的时候过来。Okay, for one, 400,000 times 2, 800,000. 一个人拿出4张大票票，4张大票票，还有1瓶免费的水。看这个各国人，印度人、法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哇，这当地人在这边举办婚礼耶，在这么一个神圣的背景之下举办婚礼。说啥神圣啊？看这要多少钱？这是什么世界遗产？帮他们见证。这场地费估计不便宜。这个婚礼还没开始呢，他现在在婚礼的准备阶段。哇哦！ Mungkin dengan cara yang kadang-kadang Farid belum bisa. Pertama yang Mas Farid kenal, perempuan pertama. 哇，现在咱们来到了普兰巴兰这里。它这里啊，看着好多座庙，但其实呢，最主要的是有3座，一个是供奉湿婆神，一个是供奉梵天，一个是供奉毗湿奴。湿婆神是最大的那个。哇，进来发现还挺好看的，还是挺雄伟的。这边有几个废墟，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这边遭受过地震，然后原先的240座庙宇呢，现在只剩下50座。这50座呢，还是后续修复起来的。不过大家看啊，在公元85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石块来修建了。在同年的吴哥窟还是用红砖来砌的。中间这座最大最雄伟的呢是供奉着湿婆神，北边这个是供奉着梵天，然后南边这一座呢是供奉着毗湿奴，非常的高大，非常的霸气啊。它中间这座供奉湿婆神呢，高度大概是47米，梵天是33米。旁边这一座毗湿奴呢是20米。吴哥窟很不一样的是啊，它这里主要是供奉湿婆神，而吴哥窟呢最主要是供奉毗湿奴。湿婆神在以前啊是掌管毁灭跟生殖的神，所以在公元7、8世纪那会儿，人们还是比较崇尚于生殖崇拜的。在这3座主塔前面有几座小塔，是他们的坐骑。你们还记得湿婆神的坐骑是叫什么吗？公牛南迪。梵天的坐骑呢是天鹅，毗湿奴的坐骑是金翅鸟嘎鲁达。上面这个浮雕有意思，看这个金翅鸟幻化成人形，还有好多非常精美的浮雕。在毗湿奴的塔上还看到了很多佛教元素。在公元7世纪、8世纪那会儿，在这片地区，它是佛教跟印度教共存的一个现象。这里是在公元850年建立的一个印度教寺庙。那婆罗浮屠呢，大概是在740年到840年之间建立的。波神的神殿上面还有刻画的一些摩罗衍那的故事。摩罗衍那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吧？如果不记得朋友可以翻看我之前在吴哥窟里面讲的，故事太长了，咱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进到里面去看看，前面这个就是湿婆神。现在他们这里面是没有灯光的。传说啊，湿婆的脾气不太好，所以他是一个掌管毁灭的神。这个建筑被夕阳镀了一层金色，好漂亮啊！在这个湿婆神的神庙里面，除了湿婆神之外呢，还有他妻子的一个化身。他这个背后啊，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故事。传说啊，就是民间有一个叫做邦邦的一个男士想娶美丽的这个罗罗公主，公主当时就为难他，要求他建造1000座寺庙。邦邦呢就借助神力，在即将完成的时候，公主呢因为她不愿意邦邦完成，所以呢他就让村民燃起火把，在盛怒之下，邦邦将公主诅咒成了一座雕像，就是前面这座。就是一个公主结婚。那个公主被她心爱的人变成了一个塑像，因爱生。对，那就是在这里所有的石牌都是被诅咒过的。
对，这我不知道，每一块真不知道。包括地上的沙粒，你不能带走一点点。啊，你出门的时候最好还要抖抖鞋底。这个是世界上最重的拼图游戏。是，他要把这些石块全部都标记好号码，标记好号码之后呢，然后存到一个什么计算机3D 模型里面去，然后先用计算机把每一个石块先给它排好、编好，编好了之后，他就知道每一块石头下一块石头要第几号，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再垒上去。难怪那边就是有些是老石头，有些是新石头。哇，现在的夕阳真的是太美太美了，朋友们，走了，看完了，日落也日落了。今晚咱们吃什么呀？不要了，范美妍。饭心好了。Dancing， 请发表一下对印尼食物的看法。不好吃啊。我的看法比你更少一点，2个字，难吃。注意一下印尼人民的脸面。现在来到表演的地方，我们猜一下价格，看谁猜的更接近。你先说约费，至少我得10万吧然后我这不能说个至少，说个确切一点的，10万。 ，10万、11万，那跟你有点不一样。虽然我也觉得10万那我差不多改，我改12万。啊，OK Student，还要是学生才能有这个7万5。然后 Class 2是15万， Class 2是啥意思啊？就是2等座嘛，可能最差的一个座位。哦，最后面了，15万就相当于是70块钱左右啊。我有点不忍心啊，这两天我还要坐500块钱的豪华火车。你怎么提前预告了呢？这不给大家点新鲜感？这里呢，它有一个自助餐厅，这个自助餐厅的价格是20万印尼盾，折合人民币就是90块钱。然后在这个自助餐厅吃饭呢，可以看到对面的普兰巴纳，看芭蕾55万，自助餐厅20万，总共加起来35万。选择了回去吃。这是我们在印尼觉得唯一好吃的一道菜，牛肉汤 ，Sudo， 它这个汤有点白白的，它这个汤加了椰奶了。这个我估计是加到汤里面，这看着就像加到汤里面去了。我觉得这有点像咱们的火锅，点餐太难了。它有英文菜单还好啊，都是印尼语。又懂来着。耶，如何？有点奇特。我们把牛肚倒进去。这早上吃一大锅，哦，这个味道一锅就够了。好奇怪，说不上来，它像是椰奶加上一种香料。牛奶。我这一锅是牛肉的，然后另外加了牛肠。这个是粽子包着米饭蒸熟的，应该可以放在里面。怎么样？吃牛肠有没有吃到一种特殊的味道？有。这是牛肠的味道，大家想象的味道。我知道啊，视频前很多人啊，可能对宗教这个东西啊，可能不太感兴趣。我拍摄这个视频呢，不是让大家去比较，也不是让大家去信仰某一个宗教，而是透过宗教啊，你可以更好的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啊，是离不开宗教的。虽然它是作为统治阶级管理的一个工具，但是啊，每一个宗教它有各自不同的一个特点。单从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2大建筑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啊，基本上这2大宗教啊是一种并存的一种形式。首先，婆罗浮屠这个它虽然是佛教寺庙，就跟现在的佛教寺庙有很大的不同。它首先呢呈现的一种是这种像印度教那种有一个向上的一个结构。婆罗浮屠建造的时间呢是公元740多年，而在公元850年的时候呢，当时这里的印度教兴起，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大这个印度教的神秘的一个宣传，所以盖起了普兰巴南。而在14、15世纪的时候啊，由于伊斯兰教的进入，使得这2座建筑啊又被火山灰掩埋，在20世纪才开始了一个修复的一个工作。在这片土地上啊，3个宗教发生了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日惹啊，在整个印度尼西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它不仅啊有国中国，还有自己的王室，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啊，当地人对他们的文化是更加的自信，所以会看到
很多的他们的房屋建筑一些装饰风格都有一些爪哇文化的一些特色。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7国印度尼西亚，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个视频带你们体验印尼最豪华的火车。下个视频见啦，拜拜。